这个做的还挺精致的，这样直接提出来。Mage 20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USB 3.0，是这个可能是一键备份的，就是这么点接口。这边是电源，一个千兆网口 USB 3.0电源接口，特别简单。这边是一个散热风扇，然后最上面这个地方就是放硬盘的。这边有2个盘位，非常简单，就是这么一个提手。可以看一下里边是这个样子的。而且这个颜值还真的不错，非常的轻。然后里边其实也是金属的哈，这应该是36瓦的电源，赠了一个千兆网线，还有一个说明书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悟空。最近呢，真的是被北京那个疫情搞得烦透了啊！你们说同一个小区被封2次的概率有多高？得，你也别猜了，没错，我又被封了。我记得去年被封的时候呢，是8月份的时候，那时候正热，就是暑伏的时候。今年呢是立夏，你看他挑着日子。哎呀，不得不说，我真的是天选之子啊！好了，那开个玩笑啊，那吐槽归吐槽，活儿还是要干的。那我们今天分享就是我手边的这一台海康威视的 Mage 20，当然这不是合作啊，实际上它是去年就已经有的。我相信各位呢已经看过不少的测评，不瞒你说，我也是看了这个 NAS 区著名的 UP 主斯波图的视频才买的。当然，我买它呢，并不是为了自己用，而是送给我姐用。确切的说，是送给我小外甥女儿做这个视频备份用。因为她经常会录一些这个抖音的短视频，包括一些蹦蹦跳跳的一些跳舞的视频。那么我姐的这个手机的容量就越来越小，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备份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想给她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，直接用手机就可以完成数字化操作的这个轻云盘。Mage 20，当然像这种 Mage 20的产品有很多很多，大家如果在电商平台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其他的类似的产品，比如说这一款这个绿联的双盘位的 NAS 云盘，或者这一款这个联想的私人云盘，这些都是同类产品，我觉得它们价格也不会差距很大，这些都是可以选购的。那我为什么选择这一款呢？大家也别猜了，就是那个最肤浅的原因，因为它颜值比较高。当然，我也因为这个选择呢，付出了一点点小小的代价。后面我们再展开说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是纯粹的一个经验的分享。当然，这里面我也会穿插的讲一讲我选购 NAS 的一些定律。好了，我们马上开始。Mage 20这个云盘的功能非常多，但是我也不能全讲。这个视频呢，我只讲一些我关心的重点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作这是一个纯个人的体验分享，角度呢可能跟别人确实不太一样。那我也会顺便的吐槽一下它的缺点以及使用上的一些注意事项。首先呢，是它的初始化非常的简单，不需要开电脑就能完成，插好网线、通电、开机，然后我们在手机上打开这个海康智存的 App， 直接用手机号就可以完成注册。当然了，刚开始进去之后呢，是一个局域网搜索的界面，然后搜索到这台云盘之后呢，我们就完成绑定。那这个时候进去之后呢，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功能哈。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设备管理，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它的质保时间呢是2年。当然我是2月份从闲鱼买的，我记得当时是650多块钱，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。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，毕竟还带了内网穿透服务，颜值又这么高。首先进去之后呢，先点到这个储存管理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目前呢我已经就是分配了这个空间。那你第一次进入的时候，可能是这个界面，选择普通模式还是这种 RAID 1的模式。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普通模式，因为普通模式呢，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双备份的一个保险的机制的。那只不过相对于这个 RAID 1可能没有那么严肃，但是我觉得对于一般家庭、一般用户而言，选择第一种就是最方便的，然后容量也不会减少。我们一个文件呢存2份，这样就保证了它的安全性。当你选择了一种普通模式之后呢，它就会给你创建2个空间，空间1和空间2，你都可以进行分别的格式化，然后存储文件呢也可以分别的存储，它们没有什么冲突，然后也不是必须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就回到首页。那目前呢我是没有备份的，如果说你想让它自动备份，我们就把这个勾选，然后它就在后台自动的去帮你上传到你的这个 NAS 里面。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设置的选项的，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呢是手机照片和视频的一个选项，你可以勾选，勾选之后呢，它就是备份原文件，这样的话品质上就可以得到一些保障。当然它是在 WiFi 的情况下去备份的。这里边有一个功能是过滤截图，这个功能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，就是有些截图真的就是可能用过就不再用了，所以备份它好像意义也并不是很大。
所以我觉得这一项我一般都是勾选的。再有就是这个 U 盘，这个功能呢也挺实用的，就是当你把 U 盘插好之后呢，你的 U 盘里面的文档就会自动备份。当然这里面是有一个坑的，后面我们再说。我觉得它备份逻辑是有点问题的。再有就是这个数据保护，我一般都是把它打开的。因为这个数据保护是什么意思呢？就相当于你备份视频或者是照片的时候，它都会自动帮你再备份一遍到空间2。那这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，而且也是我们选择普通模式的一个意义所在。那再来呢，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特色功能嘛，比如说宝宝相册，你可以在这里面创建这个宝宝的一些名称啊什么的。不过其实都是一些分支的子功能，其实本质上还是照片的这个备份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百度网盘，你可以通过这个自己的百度账号登录你自己的网盘，然后同步你百度网盘的内容。再来呢就是它的一些插件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支持迅雷，还有玩物下载、离线下载，就是 AirTrue， 还有就是一个闲置带宽的利用。虽然说这里面插件看起来挺多的，但也就这么多了，也不能再多了，因为它不支持 Docker， 不支持 Docker 呢，你就没办法去安装更多的应用。这个需要大家注意哈，就这个迅雷呢，还有这个 AirTrue 可能不支持 PT 下载。大家都知道 PT 下载呢，它是有要求的，它必须要指定的软件，比如说 Transmission。但是如果你是做普通的下载，这些是没问题的。我一般用这个迅雷下载就行了。好，那刚才呢我们提到 U 盘备份，本来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是超赞的，非常方便。但是当我真正用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它的这个备份逻辑啊，实在是不太符合我的个人使用习惯。好，马上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比如说我们在电脑的 Word 文档里面随便输入一段文字，然后呢保存到 U 盘。我们将 U 盘插入到 Mate 20的 USB 接口，当然前置后置都可以哈。此刻呢我们再打开这个海康威视的 APP 或者是电脑的 SMB，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文档已经成功的备份进去了。OK， 到这里呢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将 U 盘弹出，继续用电脑修改这个文档，然后我们再次插入 Mate 20的 USB， 我们再次查看备份。咦，此刻我们发现多了一个文档，叫文档1，也就是说修改后的文档它会自动重命名，并且新建了一个文档。如果我们插拔784 U 盘呢，它就会产生7、8个文档。如果我们有多种文档，比如说 Excel、PPT、Word 同时修改，那么就会产生多个重复文件，你还要定期的删掉这些重复的文件。怎么说呢？我个人觉得更麻烦了。所以我想给海康的这个产品组提个建议哈，在 U 盘备份这个设置里面，我希望给用户增加2个选项。那一个呢是增量备份，就是目前的这个逻辑保持不变；另一个选项呢是覆盖备份，也就是说只保留最新的修改结果。如果把这个加上，我就真的满意了。因为现在目前用起来是非常费劲的，我觉得更麻烦了，大家觉得呢？那关于这个内网穿透呢，我们也试一下哈。比如说现在我已经切到 5G 模式，已经不是这个 WiFi 了，那么现在就模拟一个外网的情况来访问这个照片。大家可以看到已经登录成功了。那这里面的一些照片呢都是可以看到的，并且视频也是可以正常播放的。然后呢我们这边呢选择，比如说我们选择2天的，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下载。它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开启这个选项，我们把这个选项打开，可以看到这个速度并不是特别理想哈，可能这是一些小的文件，所以比较碎不是每次都这样哈，有的时候就比较快，有的时候会比较慢，但总的来说它的这个下载速度应该不会超过4兆，尤其是像这种多文件的场景，它下载速度就不是很快了，也就是几百 KB。远程开机这个功能呢，我想单独拿出来夸一下。为什么要夸呢？因为像群晖、威联通这样的大牌的 NAS 厂商也并没有直接内置远程开机功能，也是需要用户去设置端口转发的，所以说它还是有一定门槛的，这就导致很多人干脆直接用智能插排来替代。那如果系统和硬件本身就支持呢，那对小白来说不就更轻松了吗？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去夸的。当然了，有很多小伙伴的 NAS 是不关机的，所以开机对他们来说是低频操作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说完开关机呢，自然要提到它的功耗。我这边测试呢，当它正常工作时，它的功耗呢大约是15到19瓦；当它休眠的时候，大概是5.8瓦左右。那这里要吐槽一句啊，它自动休眠的时间为半小时，并且呢是不能更改的。
散热呢，永远都是 NAS 绕不开的话题。在片头我已经说过了，为了这个美好的颜值，我还是付出了一点代价的。那这个代价呢，就是这台机器散热不是很好。当然了，也是可以通过好的硬盘来弥补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机器2个盘位之间的空隙是很小的，底部呢虽然有散热格栅，背部呢也有散热风扇，但是当你装好2块3.5英寸的大硬盘之后，再盖上盖子，这温度就可想而知了。当它高频工作的时候，硬盘的温度可能达到52度甚至更高。当然，平时待机大概是45到48度之间。但是我不得不说，相较于散热比较好的 NAS， 它的差距还是不小的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希望它的体积再大一点，给它多一点散热的空间。为了弥补这个散热的问题，我们在硬盘的选择上就不得不多花点心思了。那对于 NAS 而言呢，很显然硬盘占了很大的比重。通常情况下 ，NAS 的价格和硬盘的价格都是相互制约的，甚至有的时候是此消彼长的。我们就以这个 Mate 20为例吧，虽然说单机的价格不贵，但是受制于散热问题，你只能选择发热量较低的 NAS 专属硬盘，比如说7速的红盘，或者是东芝 N300。当然了，它们都是 CMR， 而这样的硬盘其实价格不菲，并且呢也很少降价。所以便宜的 NAS 呢，当它散热不佳时，硬盘的成本就提高了。那我们反过来说，如果说你吐血买了个贵的 NAS 或者机箱，虽然说单机很贵，但是硬盘的选择范围一下就变大了。如果不严肃使用，甚至可以选择二手的服务器拆机盘，因为通常情况下，品牌 NAS 或者贵一点的 NAS， 它的散热是足够好的。当然了，对于 Mate 20，你还有另外一种选择，就是吸入子盘，但是千万记住，选择 CMR 垂直写入的。那这种硬盘呢，它发热量不是很高，同时呢又兼具了性价比。2.5英寸的硬盘呢也是可以使用的，但是它不能直接使用，因为它的这个硬盘仓呢是3.5英寸的，因此你需要买这种2.5英寸转3.5英寸的硬盘架。2.5英寸的这个硬盘呢也是有好处的，就是它的发量是非常低的，基本上不用考虑这个散热问题。但是2.5英寸的这个硬盘呢通常都是叠瓦盘，所以呢寿命上就不敢保证了。我建议呢就是随时做好备份。好了，那最后来到总结环节，相信各位小伙伴也看出来了，那这个视频呢也不算是测评，一些基础的，比如说 SMB 共享啊、AFP 共享、内网速度超过113兆等这些呢我都没有提到。其实其他 UP 主已经讲过了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看更全面的视频，我推荐大家看看斯波图的视频。那我这次通篇下来呢，更多的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和一些浅薄的经验分享，不知道这样的视频是否符合你口味。好，那我们回到产品本身， Mate 20到底适合谁呢？我认为它比较适合喜欢简单的女生。好吧，我想多了，我的观众恐怕没有女生，但是你可以送给你的女朋友们呢。又说错了，但是你可以送给你的女朋友或者是亲戚朋友们，都是一个不错的礼物，因为它毕竟容易上手啊。那优点方面简单总结一下， Mate 20呢颜值是比较高的，体积呢又比较小巧，放在哪里呢都是百搭的。虽然它是 ARM 平台的一个 CPU， 但是日常使用没有出现过负载过高的情况。4GB 的内存做 NAS 来讲也是绰绰有余的。对于新手小白非常友好，整个初始化都是一个手机 APP 就可以完成，并且格式化的时间也非常的快。Mate 20呢这次还带了这个内网穿透的功能，方便大家异地存取，并且呢支持远程开机。那以上几点呢都是它的部分优点，当然也不是全部的优点。在缺点方面我们简单说几点。第一呢就是它空间比较小，所以散热呢不是那么好，无形之中呢就提高了硬盘的预算。正因如此，你需要更好的这个硬盘来抵消它的散热问题，比如说购买这个稀疏的红盘或者是子盘，再或者是买一些2.5英寸的这个笔记本硬盘，这个热量就更低了。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数据火葬场。第二点呢就是一些基础的功能我觉得做的还是不够完美，比如说 U 盘的备份就非常让人抓狂。这次这个 Mate 20呢搭载的这个 CPU 呢是 RT1296， 但是主板呢并没有提供什么 HDMI 接口的功能，所以它是没有办法直接作为电视盒子来使用的。那我认为在性能上就有点浪费。最后一点就是它目前还是不支持 Docker， 所以就少了一些折腾的乐趣。那说到这里我已经说的差不多了，它到底适不适合你呢？你自己掂量。那我个人期待海康以后能推出更好用的产品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先到这边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